大家都說攝影是用光的艺术，每一个攝影師都在幻想着自己能夠在布光的時候打出大片一樣的質感，但自己上手的時候又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包括很多博主的布光，甚至一些國產電視劇的布光，都給人一種看起來怪怪的感覺。那麼這種感覺到底來自於哪裡呢？這裡區分新手和老手最核心的區別只有一條，就是是否尊重了畫面當中的邏輯光源。所謂的電影感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有很多的定義，但是對於畫面而言，我個人覺得在 2D 的畫面當中，能夠給你一種3維的錯覺，就是一個有電影感的畫面。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尊重畫面當中的邏輯光源，就是必須要做到的一條鐵則。我們來看這兩個畫面，大家覺得哪個畫面更加正常，而哪一個畫面有些怪怪的呢？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側呢是有窗戶的，所以我的臉上靠近這一側的部分就應該反映出窗外光線的顏色、亮度和質感。那麼，所以我採用了一個愛圖仕的 200X， 給它套上一個柔光箱，並且安裝了這個山格來控制我臉上的這個光線。這裡呢，外邊是5400K 左右，所以我給燈光也設置到了5400K， 來匹配外邊的光線。那這個畫面看起來是不是就更加自然、更加真實了一些？像剛才下面的這個畫面呢，把光源放置到我的這一側，讓這一側更亮，很顯然就是不合邏輯的。這點哪怕你就是一個純粹的外行，我相信你也一下就能夠感覺出這種違和感。這就是你的大腦在處理畫面當中的信息的時候，會感受到的這種不協調。包括現在很多國產電視劇裡面的畫面，看起來也都非常廉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為了讓演員面部的瑕疵能夠被光打掉，而在給面部打光的時候選擇了大屏光。但是呢，畫面當中又沒有能夠產生大屏光的邏輯光源，使整個畫面就看起來光線非常的亂，而沒有層次，所以就缺乏了很多質感。那到底為什麼要打光呢？其實是因為攝像機的動態範圍是沒有人眼要好的。人眼不單是視網膜接受的一些光信號，其實這些訊號傳到人腦之後，經過了人腦的2次渲染，相機很顯然做不到這一點。那麼為了讓相機拍到的畫面更接近人腦渲染出來的畫面，我們就只能利用後期補光的方式去欺騙大腦。這部分光呢是這個光源發出來的，人在觀看這個畫面的時候就不會感覺混亂。其實就包括我現在布光的這個畫面，也是尊重了畫面當中的邏輯光源。我為了要補充我這個面光，讓大家能夠看見我，所以我在這一側布置了一個愛圖仕的 200X 作為主光源，但我背後又是一扇窗戶，從原則上來說，光線應該來自於我的後面，所以我在這裡選擇放置了一個落地燈，讓它來充當畫面當中的邏輯光源。如果把這盞愛圖仕的燈關掉，那相機拍到的應該是這個樣子。You think this is funny? 所以在一些制作比較好的電影和電視劇當中，經常會看到台燈這個道具，其實就是用來充當一些邏輯光源，而且呢，台燈比較方便移動，放在畫面裡又不會顯得突兀。所以下次大家在拍攝之前，來到任何一個場地，如果你需要布光的話，一定要看一看這個場地當中是否有你可以利用的邏輯光源，或者呢，如果我們要特意打亮某個區域，也可以考慮在畫面當中增加一些燈光，來作為這個區域的邏輯光源。那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如果你想了解其他的關於打光的技巧，也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如果我的視頻能夠幫到你，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一鍵3連，這對我真的有很大的幫助。那麼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